健康永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佑丽，平时在区公所社会课服务，负责为大家讲解福利政策。今天要分享一项12月最新、极具时效性的政府补助，这关系到每个家庭的权益，只要符合条件，每月可能多领上万元，甚至连长照费用都可能由政府全额负担。你是否常觉得补助申请条件严苛，手续繁琐，因而放弃了解？这种想法可能让你错过重要支持。年底正是新预算与方案启动的时机，今天我要带大家彻底搞懂这波福利，帮助你稳稳接住政府的心意。我们要聚焦的是一项同时提供每月生活补助与长照费用全额补助的综合福利，其关键在于通过政府审核。我会用最白话的方式解答3个核心问题。第一，这是什么补助？为何能涵盖生活与长照？第二，若想在2023年底或2024年初成功申请，需满足哪3大条件？具体步骤为何？第三，获得资格后能为家庭带来什么实质改变？尤其对家中有长辈、有照顾需求的家庭来说，这不仅是每月现金支援，更是为未来经济压力提前准备。请耐心听完，这些资讯将直接影响你的财务与生活权益。好，我们直接进入最关键的部分，申请资格。想要成功获得这项重要的福利身份，你必须要顺利通过政府设定的3大审核关卡，它们分别是户籍与居住事实、全家平均收入以及全家总财产。这3关环环相扣，一关都不能失手。我们先来看第一关，户籍与居住事实。这一关是基础中的基础，规则非常明确，你必须是你想要申请补助的那个县市的正式居民。什么意思呢？比如你想申请台北市的补助，你的户口就必须设在台北市，这是最基本的。但光是把户口迁过去还不够，政府还要看你是否实际居住在那里。法律规定，1年之内，你必须在那个县市实际住满183天以上。这就好比你想享用一个社区的专属设施，你不仅要是登记的住户，还得真正生活在这个社区里，不能只是挂个名而已。所以，如果你为了工作或家庭因素经常在外地，这点就需要特别留意了。接下来是第2关，也是整个审核中最复杂、最容易产生误会的一环，全家平均收入。简单来说，政府会计算你全家户口名簿上所有成员去年1整年的总收入，然后除以全家总人口数，得到一个每人每月平均收入。这个数字不能超过你所在县市最新公告的最低生活费标准。这里有个非常重要的观念，这个标准不是全国统一的，像台北市、新北市生活成本高，标准就定得比较高，其他县市则根据当地状况调整，而且每年都会检讨更新，所以12月后适用的很可能就是2024年的新标准，务必要查最新的数字。而在计算收入时，藏着一个最大的隐形陷阱，叫做有工作能力未就业者的虚拟收入。这是什么意思呢？政府定义了一个年龄区间，通常是16岁到65岁。如果你家里有人落在这个区间内，身体健康，没有在校全职就读，也没有领有身心障碍证明或重大伤病卡，那么就算他目前实际上没有工作，零收入，在政府计算你家总收入时，仍然会依照当年的基本工资给他算上一份收入。政府的逻辑是认定他具有工作能力，理应对家庭有经济贡献。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家里有个待业中的子女或家人，会让你家的人均收入变低。相反的，这份虚拟收入很可能会让你的家庭总收入瞬间超标，这是很多家庭申请失败的主要原因。然后是第3关，财产审查。除了看你每个月赚多少，政府还要清查你的家底，也就是全家的动产和不动产总值，不能超过规定的门槛。动产包括所有能变现的资产，全家人名下的所有银行存款、邮局储金、股票、基金、投资型保单的现金价值，甚至是你家汽车的现值，通通都要算进去。不动产指的就是你和家人名下拥有的房子和土地。这里又有一个关键点，特别是许多长辈会误解的，政府评估你房产价值时，依据的不是市场上的成交价，而是地政机关核定的公告土地现值和房屋评定现值。这2个数字通常远低于市价，但它们才是法律认定的审核标准。我举个实例，曾经有位阿姨独自居住在一间父母留下的老旧公寓，没有收入，看起来很符合条件，但申请却没过，原因就是她那间公寓所在的土地公告现值经过多年累积，已经达到好几百万。
阿姨总说我这破房子不值钱，但在政府眼里，那块地的价值就是客观存在的财产。这就好像一个人穿住简朴，但他保险箱里有一笔不小的存款，政府审查时看的是存款数字，而不是他衣服的新旧。听到这里，你可能觉得这三观层层筛选，条件是不是太严格了？请先别灰心，政府也非常理解，有许多家庭经济状况确实困难，但可能在收入或财产上差那么临门一脚，因此特地设立了中低收入户这第二道安全网。你可以把低收入户想象成最高级别的补助身份，而中低收入户则是放宽了部分标准的次一级身份。最棒的是，你不需要分两次申请。当你递出申请表时，承办人员会用同一套资料，自动帮你同时评估这两种资格。如果你的条件够不上低收，但符合中低收的标准，他们就会直接核发中低收入户证明给你。你同样可以享受到相当多元的福利，例如健保费减免、学杂费补助，以及部分比例的长照费用减免等等，帮助依然很大。搞清楚资格门槛后，我们就进入最实际的动手环节，到底该怎么申请？请大家跟住我的步骤一步一步来。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静下心来准备文件。这步骤最繁琐，但准备齐全才能一次办妥，避免来回奔波。你需要准备的文件家族包括：首先，全户的户籍资料，像是最新的户口名簿或户籍誊本，这是要确认你家里有哪些成员被列入计算。第二，申请人以及如果由家人代办时代办人的身份证正本和印章。第三，全户所有人的收入证明。最方便的方法就是去国税局或税捐稽止处申请一份综合所得税各类所得资料清单，上面会列出去年所有的薪资、利息、股利等收入，一目了然。第四，全户的财产证明，这又分两块，动产部分，请务必收集全家人每一个银行、邮局账户存簿的封面及最近1年内页影本，一个都不能漏。不动产部分，则需要去地政事务所申请土地登记簿誊本和建物登记簿誊本。第五，这是影响成败的关键，特殊情况证明文件。如果家里有人因为特定原因无法工作，一定要附上证明，这样才能在计算时排除虚拟收入。例如，有身心障碍者要附上证明，有重大伤病者要附上重大伤病卡或医院诊断证明，有25岁以下仍在学者要附上在学证明。这些文件是你为自己争取权益最有力的依据。第二步，提交申请。带着你辛苦准备好的一叠文件，亲自到你户籍所在地的区公所，找到社会课或社会福利课的柜台，将所有资料交给承办人员，并填写他们提供的申请表格，就完成递交了。第三步，耐心等待审核。申请提交后，公所人员会依据你签署的同意书，向国税局、监理站、地政单位等机关调阅资料，进行交叉比对和计算。这个过程通常需要1到2个月的作业时间，期间你只需要耐心等待即可。第四步，接收审核结果。审核完毕后，区公所会以正式公文挂号信寄送到你的户籍地址。这封信会明确告知你3种结果之一。第一种，恭喜你通过低收入户审核，证明会直接附在公文里。第二种，虽未达低收入户标准，但符合中低收入户资格，一样会附上证明。第三种，很遗憾，本次申请未能核准。第五步，后续的追踪与年度复查。如果你收到的是未核准的公文，请千万不要马上放弃，公文上通常只会写结果，不会详细说明原因。我强烈建议你主动打个电话到区公所社会课，很客气地询问承办人员，您好，想请教一下，我们家这次申请没有通过，主要是哪一项条件不符合规定呢？问清楚原因，你才能知道如果未来家庭状况改变，应该朝哪个方向努力。如果你顺利通过了，那要特别注意，这个福利资格不是终身有效的。政府为了确保资源用在真正需要的人身上，每年都会重新审查，大约在每年下半年，例如9、10月，你会收到下一年度的复查通知书，你一定要按照通知上的要求，在期限内准备好最新的资料缴回，这样你的福利资格才会持续有效，不会中断。那么，费了这么大功夫申请下来的这个资格，究竟能为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具体的、翻天覆地的帮助呢？它的福利范围非常广泛，从最直接的每月生活补助金、子女就学的学杂费全额减免、全民健保的保费全额补助，到各项医疗、就业、住宅方面的辅助措施。
而对于我们现在越来越常见的高龄化家庭而言，其中最具有救命价值的福利就体现在长期照顾服务的费用补助上。在这里，佑利必须为大家厘清一个至关重要却经常被混淆的概念：社会局核发的低收入户证明和长照服务系统认定的低收入户身份。你可能听说过，在使用政府长照 2.0 服务时，使用者依照经济状况分为3种身份，一般户自行负担 16% 费用，中低收入户负担 5%， 而低收入户则由政府全额补助。这里所说的长照系统里的低收入户，我们业内习惯称它为长照低收，它的审核标准通常比区公所社会课核发的这张正式低收入户证明要宽松一些。这就会产生一种很重要的情况，你可能在申请长照服务时，因为资产收入审查较宽松，而被认定为长照低收，从而享受免费服务。但这并不代表你取得了那张正式的，可以享受所有社会福利的低收入户证明。反过来说，只要你成功拿到了区公所给的这张低收入户金牌令箭，你在使用任何政府长照服务时，无论是居家照顾、社区的日间照顾中心，甚至是未来若有必要入住机构，你都绝对是享受 100% 的全额补助，1毛钱都不需要自己负担。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在长达数年甚至10数年的照顾历程中，所节省下来的费用可能是几十万、上百万的惊人差距。大家心里一定要有这把尺，弄清楚自己拥有的到底是哪一种资格。好了，健康永驻的各位朋友，今天我们从头到尾，由内而外的把这项12月最新值得关注的政府重要福利资格解析了一遍。在最后，我帮大家画一下今天的重点，请记住下面这5件核心大事。第一，申请的核心是3大条件：户籍与实际居住、全家平均月收入、全家动产与不动产总额。第二，所有标准都是因地而异、因年而异的，务必以你户籍地县市政府当年公布的最新数字为准。第三，计算收入时务必小心有工作能力者的虚拟收入，评估房产价值时牢牢记住公告现值才是关键，不是市价。第四，一次申请，政府会自动帮你评估低收入户与中低收入户2种资格，不用分开跑。第五，这张正式的证明是开启每月生活补助和长照费用政府全包这扇大门的唯一金钥匙。最后，佑利还有4句发自内心，希望大家记住的叮咛。第一，千万不要自我设限，主动去询问、去了解就对了，不要用自己的想象去判断我应该不行。很多政策的细节和你的认知可能有落差，去问、去申请，是你与生俱来的权利，不问，机会永远是零。第二，诚实是最简单也最聪明的策略，申请时务必据实以告，申报所有资料。政府的查核系统非常严密，任何一点隐瞒或遗漏都可能导致你不仅失去资格，甚至可能涉及法律责任，因小失大。第三，请把区公所社会课当成你的好朋友，别害怕跟公家机关打交道，我们这些承办人员就是最熟悉这些规定的活字典，有任何疑问，客气的来询问，我们都很乐意为你解说，帮你厘清。第四，一定要分清楚，学校开的清函证明和政府核发的低收入户证明是2回事。所有官方的、法定的重要福利都只认可区公所社会课发的这张正式证明文件。请大家记住，申请政府的福利补助一点都不丢脸，这是我们作为社会的一份子，在辛勤付出、履行义务的同时，也应得的权利保障。这是整个社会在我们遇到困难、需要支持的时候所展现出来的温暖与团结。了解它，善用它，是为了让我们自己，让我们深爱的家人，在往后的生活里能够过得更安心、更踏实，减轻肩上那份沉重的经济负担。如果你觉得佑利今天分享的这些内容对你或者你身边的亲友有所帮助，请你不要吝啬，动动手指把它分享出去，让更多有需要的人有机会看到这些宝贵的资讯。也别忘了给我们的影片按个赞，并且订阅健康永驻频道，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对你有用的最新生活解方了。那么，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耐心收看，我们下次再见，祝大家一切顺利，平安健康。